有緣人，若您刷到這條影片時，請勿錯過，此乃天意之賜，您的財運將如約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請滿懷信心，親自迎接這份富貴。訂閱點讚，給這份福澤一個回應，讓財富與健康更加穩固長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區評論一句接財接好運，為家人和孩子接下這份好運。願你闔家歡樂，事業順利，疾病與霉運永遠遠離你們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內容是1966年屬馬人警醒，2026年不是普通流年，這一關過不去，債務問題會全面爆發。1966年出生的屬馬人，這一次真的要警醒了。我要先把話說清楚，2026年對你來說絕對不是普通流年，也不是簡單的運氣好或不好那麼輕鬆，而是一道實實在在的關卡。如果這一關你沒有看懂，沒有提前應對，沒有及時轉向，那麼你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只有一個，債務，而且不是小問題，而是有可能集中爆發，連環出現，讓你措手不及的那種。很多1966年的屬馬人，其實從2024年、2025年開始，就已經隱約感覺到不對勁了。你可能會發現，錢越來越不好周轉了。之前覺得還能扛的壓力，現在開始變得沉重。有些舊賬、舊人、舊事，原本你以為已經過去了，卻突然被重新提起。甚至你會有一種感覺，好像總有人在盯着你的錢、你的承諾、你的責任。這不是你多想，而是命盤已經在提前發出信號。從五行命理上看，1966年是丙午年，天干丙火，地支午火，屬於火氣極旺的一年。火旺的人一生都有兩個明顯特點：第一，行動力強，敢衝敢拼，年輕時不怕風險；第二，容易高估自己，低估後果，尤其在錢和責任上，很容易先答應後扛着。前半生靠膽子和運氣，確實讓不少屬馬人闖出了名堂。但問題在於火太旺，一旦進入晚運，如果沒有水來調後，沒有土來承載，火就會變成耗，表現出來的就是財來財去，壓力堆積，債務隱患越來越多。而2026年恰恰是一個火被引爆、舊賬被翻出的年份。你要記住一句話，流年不怕凶，怕的是引動原局。2026年對1966年屬馬人來說，正是把你命盤裡那些沒解決的問題一次性推到台前的年份。尤其是債務問題，不管是明債還是暗債，不管是你自己的還是你替別人擔的，都會在這一年集中顯現。很多屬馬人會問一句，我又沒亂借錢，哪來的債？這裡一定要說清楚，命理裡說的債務並不只是銀行貸款、欠條那麼簡單，它至少有3層含義。第一層是實實在在的金錢債，比如借貸、擔保、合夥虧損、投資失誤、周轉資金，這一類在2026年最容易暴露風險。第二層是責任債，比如你扛着家庭、子女、親戚、員工的壓力，長期用錢去填坑，看似沒欠誰，實際上已經透支自己。第三層是人情債，你當年答應過的事，幫過又沒徹底了結的關係，在2026年都會變成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為什麼說這一關過不去，債務問題會全面爆發？因為2026年的運勢結構對1966年屬馬人來說是典型的火旺逢衝，財星受損。簡單說就是你的消耗會大於進賬，而一旦出現突發狀況，比如家中用錢、身體用錢、舊賬被催、合作破裂，你會發現自己腾挪空間非常小。最危險的不是沒錢，而是你習慣用在扛一扛的方式解決問題，而2026年恰恰不允許你再拖。從運勢節奏上看，
2026年會呈現出一個非常明顯的狀態，上半年壓力不斷，下半年開始分化。這個分化是什麼意思？意思是你在上半年怎麼面對問題，下半年的結果就會完全不一樣。如果你選擇硬撐、回避，繼續擴大風險，比如借新還舊，繼續擔保，繼續投入高風險項目，那麼到了下半年，債務就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後變成你一個人很難控制的局面。相反，如果你在上半年就開始止損、收縮、清理、認清現實，那麼2026年下半年反而會慢慢穩住，甚至為後幾年打下基礎。財運方面必須說一句實在話，1966年的屬馬人，2026年不適合搏，只適合守。這一年不是讓你翻倍、暴富、擴張的年份，而是讓你把過去的賬算清楚，把風險降下來，把現金流穩住的年份。你越想在這一年靠運氣翻身，越容易被運氣反噬。你越踏實保守，反而越能平穩過關。尤其要提醒的是，2026年千萬不要輕易替人擔保，不要被感情、面子、親情綁架，不要因為不好意思拒絕而把自己拖進債務漩渦。這一年，拒絕是保護自己，而不是自私。再說事業和家庭，很多1966年的屬馬人，其實已經到了一個該退不退、該鬆不鬆的位置。你嘴上可能說着差不多了，不想折騰了，但實際上還在為很多事情操心、兜底、扛責任。可2026年的運勢很明確地告訴你，有些擔子你必須放下，不然就會變成債務和壓力反噬你。特別是在家庭層面，你要分清楚該幫和不能再幫的界限，否則錢的問題很容易演變成家庭矛盾。健康方面也要高度重視，屬馬人火气重，一旦壓力集中，最先出問題的往往是心臟、血壓、睡眠和情緒系統。很多債務問題其實不是一下子把人壓垮的，而是長期焦慮、失眠、煩躁積累出來的結果。2026年如果你還繼續硬撐，很容易出現錢沒解決，身體先出問題的情況。這一點一定要提前警惕。那這道關到底有沒有辦法化解？答案是有，但前提是你要認清現實。對1966年屬馬人來說，化解2026年這道關的核心，不在於求快，而在於4個字：停、清、減、穩。停掉高風險動作，清理舊賬關係，減少不必要支出和責任，穩住現金流和生活節奏。只要你能在2026年前後做到這4點，這一關是可以過的，而且過了之後，後面的幾年會明顯輕鬆很多。我要再提醒一句非常重要的話，2026年不是来懲罰你的，而是來逼你剎車的。你這一生已經跑得夠久了，也夠累了，這一年，命運其實是在用一種看似殘酷的方式，幫你避免更大的風險。如果你願意聽，願意改，願意收手，那麼這道關卡會成為你後半生真正的分水嶺，讓你從一直扛轉向真正穩。最後送給1966年屬馬人一句話，這一關不是看你多能拼，而是看你能不能看懂趨勢，守住底線。守住了，債務問題自然會被化解；守不住，再多努力都可能變成白忙一場。希望你能在2026年前提前醒一醒，給自己留一條真正安全的退路。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對您有幫助，別忘了評論、點讚、分享加訂閱頻道。在接下來的視頻將繼續揭示幾千年生肖文化密碼背後所孕育的哪些命運和神秘信息。願您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穩健而有力，確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堅實可靠。